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要我喜乐容易吗？请坐，请坐，请坐。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如果你知道 StrengthsFinders 的话，它是盖洛普优势测验，我的第一名就是 Positivity， 就是积极。所以你知道我就是非常特别，我就是那种可以讲笑话给自己听的人。就到哪里都不太会无聊。我的室友也是，他就说有时候我就是过来就是讲，自己笑完就很开心就回去了，他也不用讲话，他就觉得他就是需要听这样子。对，所以我有时候会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觉得自己想到一件事情太好笑了，我就自己在那里笑。笑到一个地步，我有几次遇到我朋友，他想为什么 Adrian 你要在路上自己笑？然后最好笑的是，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然后遇到一个陌生女生往我这边走来，结果她看到我在笑的时候，她也跟我笑，笑，她走到我面前就这样想说：“我认识你吗？”她以为是朋友在跟她打招呼。这女生非常的有礼貌，她很可爱。然后我看到她那种疑惑的表情，我就笑得更厉害。对。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给你们听哦。还有一个是刚好有一个艺人，他深陷丑闻，然后我刚好也是喝完咖啡，然后我很开心，然后这样在路上笑的时候看着他，他就想说：“你在笑我吗 ？”OK， 反正我很多这样的故事可以 share 给你们听。所以呢，我是一个很容易因为一些好笑的事情被逗乐的人，因为我知道，你知道，喜乐它是圣灵的果子，严肃不是嘛？对不对？严肃不是啊。所以有一次，在几年前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嘿，神 ，tell me a joke。神 tell me a joke。神，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个笑话，然后让我会觉得超好笑，对不对？”我要先问，有没有人相信神是喜乐的神？大家相信吗？Right, OK， 好。所以我们想到一些很幽默好笑的事情，有没有可能神想到的会更好笑、更幽默，对不对？这就是我的逻辑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神你今天跟我讲一个笑话，以后我想到我就可以笑，然后我还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个福音是真的，因为他们也会觉得很好笑，而最好是想要笑到倒在地上，对不对？这样是最好。所以我就在敬拜里面说：“神 tell me a joke。”OK， 有多少人想要听神讲了什么笑话？啊，很想，对不对？大家都很想，对不对？好。我等一下最后再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想听这个笑话？因为我们都想要快乐，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快乐。所以你常常看到电视上面的广告，现在还有电视吗 ？YouTube 上面的广告都会告诉你，那是荧幕，那其实也不算电视，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广告，常常都会让你觉得，如果我拥有这个，我就可以得到快乐。我喝下这个饮料，我精神好，我就可以快乐。我如果买到这个限量联名跑鞋，我就可以得到快乐。我如果做了这个，买了那个，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常常在广告上面那些都在一直倡导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总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觉得自己才有能够得到快乐。所以，当你在看一个人，我们在唱祝你生日快乐，要庆生的时候，你说 OK， 我们现在可以许愿望 ，OK， 绝对不会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说我要许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可以哭哭啼啼的，愤世嫉俗，然后最好是很难过，对不对？不会有人许这个愿望 ，right？ 你听到大家都说我希望世界和平，或者是我家里的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我们听到都是这样。我们听到都是这样，所以从小我们的爸妈也会一直教导我们，他就是在教导我们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要上好的学校，你就更好的机会啊，你更好的机会有更好的工作，你才会快乐啊。你现在还在单身，你赶快去交个女朋友，你赶快去结婚，你才会快乐啊！你现在夫妻，我跟你讲，两人世界，我告诉你，你要生个小孩，你会更快乐。小孩叽咕叽咕超可爱。然后我们上一堂有那个我们上一堂刚刚的那个儿童奉献礼实在是太可爱了，我是完全就是笑到不行，在为他们祷告，超可爱的，对不对？OK， 所以我们常就想着说我只要能够吃一个大餐啊，我去旅行啊，我去享受生命，我就可以得到快乐。所以你知道，我们总是在生活中找到让自己可以快乐的理由。你知道吗？其实喜乐它也是神他定义要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喜乐是神定义要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你看到刚刚圣经里面说要常常喜乐的时候，代表喜乐它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他没有要跟你讨价还价，或者告诉你说你可以要喜乐或也不要喜乐，不是，他这是一个命令。
他也不是一个啦啦队说加油加油，大家要开心好吗？不是，而是神他本来定义就要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拥有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神他要让我们得到永生，永生是什么？就是要跟神在一起到永远永远。那如果我们跟神在一起却不喜乐，我们过得不好，好像每天要这样，哎呦好苦哦，好累哦，这样才叫做爱神敬虔的话，那我干嘛还要永生啊？我干嘛不现在死了就算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说到天堂才有喜乐的话，我为什么现在还要继续活下去？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和太太撒拉，他们年纪都非常高了，尤其是撒拉，他已经快要90岁，他已经停经了。OK， 他已经没有月经了，可是神他还是差派了天使来应许他们，跟他们说，撒拉明年要生一个孩子。撒拉明年要生一个孩子，你知道，当撒拉听到应许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心里就窃笑，他心里暗笑。他说：“现在我已经衰老了，我的丈夫也老了，我还有房事的乐趣吗？我还有房事的乐趣吗 ？”OK， 大家不要紧张。上一个礼拜 Pastor Peter 说，下礼拜讲员应该不会再讲房事的乐趣了吧？不会再讲性了吧？结果没有想到，我在下面就没有表情，就想会讲一下房事的乐趣，应该还好。你知道人家天使是在保证说你会有宝宝，我没有在保证你房事要有乐趣，OK， 这很奇怪。可是撒拉过了更年期，她已经快90了，可是她心里却是说，笑着说：“哎，我这么老，我丈夫也老，我还有乐趣吗？”她不是在问我还能有宝宝吗？她不是说我这么老了还能有宝宝，她说我这么老了还有房事的乐趣吗？有没有可能神的祝福就是这样？他要你来喜乐，在生活里面喜乐。所以这一位撒拉老奶奶，她知道一件事情 ，OK， 她是已经有生命历练，活过大半辈子。她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两个人结为一体，不是只是为了生宝宝而已。所以不是只是要在那里算排卵期，在那边看今天日子对不对，我们才要不要有房事，而是说神定义要在你的这个关系里面，你要有乐趣，你要去 enjoy it， 你要去喜欢，你要去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这段经文他就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因为很重要，所以再一次强调，你们要喜乐。OK， 原文是什么？原文它其实是靠主总是。靠主总是，他没有说常常，好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而是总是喜乐。那如果是总是喜乐，那就不代表你是要环境舒服了才喜乐，你身边人对你很友善了你才能喜乐，而是你要总是喜乐。OK， 你会不会觉得讲这句话的人是一个超级乐天派？应该是浮在空中，不知人间疾苦，没有下来过凡间，不知道我们地上泥土是怎么爬的，对不对？你会不会这种感觉？就说你在讲什么啊？你知道我现在处境是什么吗 ？OK， 写这段话、说这段话的人，他是正在坐牢的使徒保罗，他正在监牢当中，而且其他的众圣徒他们正在被迫害，正在受苦。可是保罗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还有这样的喜乐。他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喜乐它不是一个乐观的态度，你知道吗？喜乐也不是一个感觉，它不是快乐而已。好像朋友看到你说：“哎呀，你在哭啊，你开心一点嘛。”好像只是这样而已。不是，他在说什么？他是说你在面对一些艰困的这些难处、这些困境当中，你从心里面有一个发出这个力量，是我能够欢喜快乐，我还能够持续的喜乐。所以喜乐跟快乐其实不太一样。OK，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说你有了，你还想要再有。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要存钱，我想要买个名牌包，想要买个很棒的衣服，然后我得到了这个我就好快乐。当他很快乐之后，隔了一阵子，你又会回到原本的情绪水平，好像又还好了。或者是有一些人说：“哇，我终于被升迁了，我得到更好的工作，我有更好的加薪。”然后你开始就觉得很快乐，隔一阵子好像又还好。
或者是你中乐透，哇，中头彩，我告诉你，我可以买很多我想要的那个游艇，那个什么东西要买一买，然后很开心。然后，对啊，不然在台湾会买什么私人飞机吗？我不知道，没中过，下次中了我再跟你讲。所以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就是非常的快乐。可是到一个地步，接下来时间过了以后，你好像又会回到原本水准，好像又还好。甚至你也知道，有一些快乐是可以装出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他是在假嗨。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看到他，你自己都有点尴尬，就是你明明就不快乐，你为什么要故意盯那个样子，对不对 ？OK， 好，这个是快乐。我们现在来讲喜乐。OK， 喜乐它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平安跟喜乐，是在你的心里面可以叫你的心得到满足的。这个喜乐是你在里面很多了以后可以满溢出来，而且会有感染力的，在你的身边可以感觉到你的喜乐，他们也可以来感到喜乐。OK，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靠着主喜乐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会靠着别的东西喜乐，我们可能会靠着别的事情来得到快乐。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是靠着工作目标达到了我们才喜乐，或者是我们靠着别人的认同才喜乐，别人喜欢你，你才会快乐，甚至我们靠着自己拥有的这些财富才能够有喜乐。OK， 我要先说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很多东西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可是如果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追求，甚至这是我们喜乐唯一的来源的话，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假神。你以为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不知道你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想要达到你的目的，这个才会成为你的追求，这个东西成为你的假神。当这些东西成为假神的时候，魔鬼就可以来使用这些东西来偷走我们的喜乐，夺去我们的喜乐。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诗篇他说16篇第4节，他说追随假神的人，他给你一个保证，叫做其愁苦必有增无减，必有增无减。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可是他们并不快乐。他们看起来拥有一切，可是他们并不快乐。你心里会想说，你的财产只要分我1/10，我就已经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问题是，他们还是不快乐，他们还是不快乐。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比较里面才会得到快乐，对不对？我不是因为很帅所以我快乐，我是因为比别人帅所以我快乐。Right? To be honest， 你们可以说实话吗？我不是因为自己有钱所以快乐，而是我比其他人都有钱，所以我快乐。我不是因为我唱歌很好听快乐，我是因为我唱歌第1名，而且比其他人都好，所以我快乐。我们常常在比较里面才会得到这个快乐。可是如果我们总是从比较里面得到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在比较里面失去这个快乐。我们也很容易在比较当中，最后就失去这个快乐。所以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是有一次耶稣他出去传道，他去行神迹，可是没有人悔改的故事。OK，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1章20节，那时耶稣开始责备一些城镇，因为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当地居民仍然不肯悔改。他就说：哥拉汛啊，你大祸临头了；伯赛大，你大祸临头了。我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泰尔和西顿，那里的人早就披麻衣，头蒙灰尘悔改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在审判之日，你们将比泰尔和西顿受更重的刑罚。你们将受更重的刑罚。OK， 为什么耶稣要去责骂这些城镇？因为那时候耶稣他被众人来弃绝。OK。这些人被神迹给医治了，他们却没有悔改。OK， 他那时候去医治人，你要想象哦，神迹医治是什么东西？好，假设可能是一个瘸子，他本来是没有办法走路的，他坐在轮椅上面，可是耶稣去医治他的时候，他就跳起来就哇，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我可以跑，我可以跑了，就跑，然后就跑出去抢银行了。或者有人本来是不能讲话，是哑巴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耶稣就是医治他 ，OK， 医治之后，终于可以讲话，哇，就很开心，在后面唱歌，啦啦啦啦，然后就开始去贩毒了，就有没有人要买？有没有人要买？甚至有人可能是瞎眼看不到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耶稣他就这样子帮他医治了之后，他就哇，我看到了，很开心，跑出去脱衣舞店看美女。对不对？这些人被医治，但是没有悔改，他们持续在犯罪里面，所以耶稣很生气，就去责骂他们。这也就算了，
结果门徒竟然兴高采烈的回来，非常开心，边跳舞边进来，然后就说：“我们医病赶鬼很有果效，对不对？基督徒喜欢讲果效，讲效果你们听不太懂，果效，所以可以这样吗？70个，对，这样有够属灵吗 ？OK， 好，很有效果。70个门徒兴高采烈的回来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行事，甚至降服了鬼魔 ，yes， 就很开心。OK， 我先跟你讲一下。”这70个门徒里面，他们不是使徒哦 ，OK， 使徒不一样啊，12个使徒70减12，所以大概58个人只是普通的门徒，他们也不是门徒，所以呢，他们有可能才信主2-3年而已，他们连圣经都还没有翻开来过。然后有没有可能他祷告的时候，其实也搞不清楚说，得医治啊，然后嘞到最后一句是什么？阿门还是哈利路亚？我忘记了，是不是啊哈？得医治了。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些人还常常会问耶稣一些很白痴的问题，他们还在搞不清楚状况里面。可是当他们出去，他的Peter一直在下面模仿我一直努力不要看他。OK， 好，我刚刚讲到哪里？白痴的事情。OK，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耶稣的话 ，OK， 耶稣不嫉妒就不错了，对不对？你记得你上礼拜还在问我什么很白痴的问题吗？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出去随便这样讲一讲，然后结果就得医治了。耶稣没有嫉妒就不错。我要问你，如果今天他的喜乐是因为事工做得比别人成功，然后大家要崇拜他的话，他就已经失去这个喜乐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受圣灵感动，充满喜乐。耶稣受圣灵感动，他就充满喜乐。问题来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明明是要喜乐的，可是我们就是活不出来，怎么办？我们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喜乐。你知道，假设你正在伤心，你真的哭到不行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讲说要喜乐，你要常常喜乐，圣经上面说要喜乐，然后这个人一定气个要死，就想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啊？我如果可以喜乐的话，我现在干嘛哭啊？对不对 ？True story， 真的有发生在教会里面过。因为当它变成一个命令，你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只会觉得这是律法，这是教条而已。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家他早就已经有研究指出，我们的情绪会很严重的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有曾经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长期的压力，这一切影响到你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可能1-2个礼拜以内，你就很容易生病，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去看医生来治疗身体，我们却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真正要治疗的是我们的情绪才对。我们要治疗的是我们的情绪。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明明有一些事情做起来真的没有这么困难，可是当你带着情绪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够难 ，so 难，超困难，so 难 ，very 难 ，extremely 难，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喜乐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方式，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活出来。因为我们真正要去追求的，其实不是喜乐本身，我们要去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喜乐本身，因为喜乐它是什么？因为喜乐它是一个副产品。只要当你和人的关系非常美好健康，你和神的关系也很美好健康，那么很自然就可以产生喜乐。所以最重要的是2个：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基本上这2个东西搞好，你生命中99%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我讲99%是因为还有1%我没有想到会是什么问题。我想说我还年轻，可能老了就会发现了。所以我现在先讲9%，我没有把话说死。OK， 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去认识到底主的喜乐是什么。我们要让主的喜乐来成为我们的力量。好，
所以我们要认识主的喜乐，我们就自然要去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要在圣经里面了解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可是你不会打开圣经里面就说啊，圣经里面有讲啦，就是约翰福音第16章第21节，然后里面就说，有一天小明走在路上，他遇到小美 ，right？ 我们要找喜乐不是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圣经里面会有一篇笑话让我们快乐。可是圣经它会告诉你什么？它会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去跟人、跟神来建立关系。它也会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在低潮的时候去赞美神。你被仇敌追杀，你在低谷的时候，你要怎么持续去赞美神、去敬拜神？这是圣经可以来教你的东西。为什么喜乐这么重要？这是因为魔鬼他没有办法夺走我们的呼召，他也没有办法偷走我们的救恩，他也更没有办法偷走我们的身份。可是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来偷走我们的喜乐。他会在我们身边来偷走喜乐，他会在你的工作当中开始给你压力，开始让你觉得你永远做不好，你永远做不完。他会开始来让你觉得一种失望，一种挫折，甚至在跟人际关系，你就魔鬼开始跟你讲，他不喜欢你啦，你看吧，他也没有想理你，他抛下你啦，他们先走了啦。开始有这些东西把你的这个喜乐给偷走了。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负上责任，来自己把这些喜乐一点一点找回来。甚至有多少人知道，你就算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甚至已经是在呼召里面了，你可能还是没有喜乐，你还是可能会没有喜乐。因为就是喜乐，它在支撑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只有喜乐可以让我们做的长长久久。你有办法去做到很久很久，你跟这个人可以建立更长远的关系，就是因为有喜乐在支撑你手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基本上你和人和神关系很好，99%问题都可以被解决，对不对？让我们先来说和人的关系，好。各位在场的各位，在线上收看的，我相信你们都是人，人也就是包含你们自己 ，OK？ 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会影响到你和别人的关系，可以理解吗？所以你需要在和别人相处之前，你要先学会怎么样和自己相处，怎么和自己相处。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花很多的精力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有一些人又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太明显，然后又开始很责怪自己，所以就很受不了这些情绪该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先做的第一步就是来接纳自己的情绪。你不要因为有情绪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可以吗？你不要因为有情绪就觉得自己不好。常会有一些声音说啊，他比较成熟，他就比较不会展现出来，我太嫩了。常常有一些东西，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自己不好。我们都需要真实的把这些情绪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去跟神承认，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情绪。所以不管是愤怒、悲伤、嫉妒，这些你觉得是负面的、不舒服的，你都要来诚实的带到神面前。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因为我知道有时候你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实在是有够困难。我要怎么样来承认我是这么自私的人啊？我要怎么样开口跟神承认说，原来我这么卑鄙呀？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怎么开口能讲？可是你需要来带到神的面前，坦诚你心里面的情绪。为什么我们需要讲诚实面对情绪？因为如果你总是在压抑你这些情绪，你压抑久了，你最后连快乐的情绪你也不会再感觉到了，你就没有办法去触碰到喜乐。所以我知道华人的背景，在长大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容易去被否定这些情绪。比如说，我们所谓负面情绪，从小就常常听长辈会说：“你不要生气，或者是你不要难过，这有什么好哭的？”甚至是讲说：“这有什么好害怕的？蟑螂而已啊，你比它还大只，有什么好怕的？”我想很多比它大只的都还在怕它，对吧？我昨天晚上也是跟壁虎睡觉，我快怕死了，对。所以，当我们的情绪被否定的时候，他是基本在下面学壁虎叫，so annoying。我今天早上真是被壁虎吵醒，我超害怕。所以我在说，当我们的情绪持续这样子被否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害怕这个负面的情绪，我们开始怕它。那我想问你，如果
神他造一切都是好的呢？如果他造情绪也是好的呢？让我解释给你听。如果愤怒是好的呢？愤怒为什么好？因为当我们遇到威胁或者是攻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力量从里面出来，因为愤怒带出来一个力气，可以去面对我们的威胁还有攻击。OK， 那如果害怕是好的呢？OK， 当你害怕的时候，因为你遇到危险，你开始产生害怕，那你可以注意力非常的集中，然后你就可以去躲避的那个几率就会大增，你就更能够去躲避这样子的危险。所以我们不要再继续看这些情绪叫做负面的情绪，因为这些情绪都是有用的情绪，他们都很有用。我们只是需要知道怎么跟他们共处，怎么跟他们来相处。所以我要强调，情绪本身没有对错，情绪本身没有对错，我们只是需要学习怎么去接纳，还有跟他们共处，被包容他们。OK， 所以你不要再说不要难过。而是我们需要找一个适合的机会、适合的时间跟地点，我们好好把我们的难过的感觉哭出来，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把这个能量给发泄出来。因为其实情绪就是一个能量，它会积在里面。如果你不释放出来的话，你这些藏起来、压抑起来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会去展现出来，会冒出来的。所以我可以再更多告诉你，为什么情绪它不是负面的？因为我们这位完美的天父上帝，他也有情绪。上帝他也有情绪，他也会生气，而且圣经光是旧约里面，它大概有40%都是诗歌体。OK， 诗歌体是什么？诗歌就是在颂赞啊，然后生气啊、悲伤啊、哭啊，这都是在展现情绪。所以神他也有丰富的情感。OK， 他不是一个机器人，他也不是一个雕像，就连耶稣也会哭。所以神、上帝、耶稣都有这个丰富的情感。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情绪？为什么神要把情绪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生命真的需要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的生命需要美好的东西。圣经里面就是会常常看到人、神这样很真实的去表达、去感受。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位诗人，他叫做大卫。神说这个人是合乎我心意的人，这个人合神心意。可是你要知道，大卫一点都不完美，他犯奸淫，他犯杀人，可是他却在神的眼里说这是合乎我心意的人。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大卫他总是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很真实的说，今天我就开始在颂赞神啊，你真美好！天上的天，云上的云，他可以很棒的来称赞神，神你真美好，我爱你，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中。可是没有想到下一篇，他可能又说，神仇敌追杀我，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听我？然后就非常愤怒、非常生气、非常难过。到下一篇你在看的时候，就开始就学说，这个大卫他是不是有一点精神分裂症？就是为什么上一个地方一直在讲说，你为什么掩面不听？你为什么不理我？可是下一篇就哎呀，神你真的太美好了。因为大卫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总是真实的把情绪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所以当我们要去很深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只能认识2D 的他，也就是平面的他。可是只有这个人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识3D 的他。OK， 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就是来这种是笑脸迎人，你没有看过其他表情，永远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弟兄姐妹平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靠主喜乐神属亮，永远是这样，我觉得超级厉害的。所以你永远不会看到他有生气、有紧张、有愤怒，你不知道他在乎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惹毛他，你不知道。当然，我现在讲的。大家是想到谁？为什么要笑成这样子？就是当然，我现在在讲的就是有一些人会压抑自己情绪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真的是感觉不到，他永远就是你看到他就是这个表情，所以他就是平面的。可是，在很多人里面，你常常对一个人特别有印象，是因为他的情绪很明显。对不对？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哦 ，OK， 我不是只是在讲好的或坏，就是不管是什么状况下，他可能突然跳起来很生气，就这个人你真的很了解他，这个东西他等一下要跳脚，可是会有一些东西啊，这个你不要讲太多，不然他等一下要笑到收拾不回去这样。所以你要去认识3D 的人，你需要靠着情绪来认识他。
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些情绪，当你出来的时候，你不想要它来影响你，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包容它？你要怎么去接纳它呢 ？OK， 面对情绪的方式，我刚刚说第一个就是要去接纳、去感受。举例来说，愤怒先生 ，OK， 举例来说，当愤怒先生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他存在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开始那个愤怒要起来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告诉他说：“你来干嘛？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忘记你上次骂那个脏话，我到现在还收不回来吗？然后，你不要来惹事啊！你不要搞砸啦！你不要，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要有这样的感觉，而是说愤怒先生，你来了，你来了！哇，你是我的贵宾，我跟你说，我要好好的来欢迎你，我要好好的来认识你，跟你聊聊天。好，先这样子，愤怒先生，这里有个贵宾室，你先去旁边休息一下。我先来搞定这些人，我先把我这些会开完，我先来把这些东西搞定，我再好好的来跟你聊天，因为你太重要，你非常重要。OK， 所以等到这些东西结束之后，你有可能打开贵宾室，看到不只有贵宾，还有约克夏。OK， 给你们一点时间听懂。Anyway， 来到贵宾室。接待这位愤怒先生，你接待这位愤怒先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OK， 好，笑完了吗？好，真的很喜乐哦。你接待他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聊聊。哇，愤怒先生，哇，你真的很生气耶！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吗？那愤怒先生就很生气，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他把我当狗是不是啊？他怎么可以这样骂我啊 ？”OK， 好。哇，真的，你可以生气，你真的很可以生气耶！当你这样子去包容他、接纳他的时候，气就会慢慢的消下来，然后他的外套一层一层脱下来，才发现原来里面还有难过啊。那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来哭一哭吧，哭一哭，哭完之后，让神亲自安慰你，来跟神说你有多难过。可能你不一定说得出来，但你还是可以在结束以后问那个难过说：“嘿。”难过先生，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如果可以说话的话，你想要说什么？难过先生就会告诉你，因为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这样对我，因为小时候我老师也是这样对我，就开始慢慢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情绪，越来越接纳，越来越能够去包容他们。所以，当你越接纳、越认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去接纳和认识你身边的人。你和自己关系好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别人关系更好。你知道，过去我花很多时间在咨商，专业的心理师真的帮助我很多，去了解原来我情绪下面还有更深的情绪。所以在每一次咨商当中，我就学到要怎么样去接纳跟包容自己这些情绪。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对我帮助非常的大，更何况是圣灵保惠师，他的英文叫做 counselor， 他就是一个更好的咨商师，他是更好的心理师。你可以真实的把情感带到他的面前，他可以帮你来处理，告诉你怎么接纳。你可以把最真实的事情都来让他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需要几分钟，甚至10分钟以上的缓冲，好让我们可以来认识跟包容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已经不止一次，可能是在很 intense 的，可能是开会结束、会与会的中间，或者其他时候，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我真的需要到一个人的空间里面，我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发泄我的愤怒，来诉说我的难过，然后把这些情绪、这些能量全部都发出来以后，才有办法回到我应该要有的情绪水平，才能够继续去处理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当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些人带着愤怒先生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同理他了。或许那些就是反映出来他们里面的挫折还有难过而已。你也不会把这些东西都针对是你个人而已，你更能去同理他们、接纳他们，你可以去包容他们。那除了去认识你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以外，我也观察到很多不开心的人都是因为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太关注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太关注自己，他们很在乎自己到底可以得到什么 ，OK？ 他们很在乎，甚至他们会期待别人应该要来为自己的快乐负责，
所以里面常常就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讲说，你应该要这样对我啊，你应该要这样对我。所以如果我们还在想说，为什么这些人他还没有这样子回报我，为什么他们还那样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快乐，我们永远不会快乐。为什么？因为不会有人来让你的生活更幸福。我可以说实话吗？你生活的快乐、幸福、美满，你的家庭、你的经济财务，不应该要有别人比你更在乎这件事情。没有人要为这些东西负责任 ，right？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来负上我们该负的责任。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负上这个责任，来培养我们自己爱自己的这个自信。这个自信心应该要我们来培养，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会很大的去影响我们跟每一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你最亲密的人。不管你现在是在交往，或者是你在婚姻当中，你会发现自我形象会很大影响你身边的关系。而且当你真的是有自信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对方更好的自己。所以你需要去 improve on yourself， 你的自我价值、你的自信会更多的帮助你们的关系，而且你也不用在那些缺乏安全感里面来掌控对方。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找到一个对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喜乐。可是殊不知，其实真正的喜乐是我们成为那个对的人，真正的喜乐是我们成为那个对的人。OK，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可能曾经在人际关系当中被伤害，所以你很害怕再去跨出那一步，甚至很害怕被人家看透、被人家了解，所以不敢跨出那一步。可是却因为这样，你就失去了那个真正喜乐的泉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它可以来摧毁我们，没有错，可是关系是毒药，也是解药。我们常常是在人的关系当中，你才可以重新的被疗愈、被医治这些以前的这些伤口。所以那些乐观跟积极的人会做什么？他们都勇于承担责任，他们会去 take action， 他们会去接受这些挑战，他们会更多的去到认识更多人的地方，去参加服事团队，去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因为当他们越做的时候，他们会越乐观，他们会对这些事情有更多的希望，有更多的盼望，也知道说哇，我的机会也更多。所以我们需要去 take action， 我们要自己去承担那个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来学会来爱人，去同理别人。毕竟可能你去同理别人之前，你要知道很多人真的经历很多东西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你要去同理别人，去慷慨的对别人，更多的练习来付出。因为这个世界的教导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得到更多，你才会喜乐啊。可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在说，你要给越多的祝福，你会越喜乐。这是真理，这是真理。所以当你发现这世界不是只有关乎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可以感到喜乐，更感到喜乐。接下来是和神的关系，和神的关系。有段经文是诗篇119篇，他说：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人们喜爱财富。我要默想你的法则，思想你的旨意。我以遵行你的律例为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语。OK， 为什么我们要靠主喜乐？因为如果我们不靠主，我们真的活不出来，我们活不出来。OK， 我如果能够靠着主的样式，我来活出来的话，我不竞争，我不比较，然后我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我愿意去爱人，我愿意去付出，我愿意行出真理，有这个平安在我里面的时候，喜乐就再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是自然而然会涌流出来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些人很蒙福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因为神比较爱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比较爱神？因为他更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更喜爱遵行他的律例，活出来，更愿意付出，更愿意爱人。所以当我们去经历这些神的作为，不管是神的创造、神的拯救、神的管理，这些律法、这些奇妙，当我们越多经历、越多去认识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这个反应，就是你从内心里面就会感觉到，你自然就可以产出喜乐。所以我们和神建立关系的目的，其实这个目的并不是来达到喜乐，而是我们目的是要更多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当我们活出来，持续这样做的时候，喜乐它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喜乐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刻，你还是可以把这些感受去转换成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谢恩。你可以为自己祷告，你也可以为这些其他和你有同样困扰的人祷告。你可以为那些得罪你的人来祷告，你去祝福他们，你也去祝福你的老板，让他们有更好的决策来祝福你。你可以持续不断的祷告更多，甚至你可以因为神帮助你来胜过你这些情绪的起伏，你有这些坚韧，你有这些有意义的目的，你去坚持，最后可以达成忍耐这些过程，这些态度，你都可以为这些来喜乐。所以有些宗教信仰他会来教你，你要怎么样很努力的维持情绪，他会教你要怎么吃，他教你怎么运动，他会教你这样。可是再怎么样，你都不会知罪。你可以试着用这些方式，你再怎么样努力，你都不会知罪。知罪，因为你要知罪是什么？知罪就是你会发现，其实错的人是我自己。OK， 错的人是我自己。不然的话，你只会努力的不去在意对方而已。你只是努力的，就是不要在乎他，不要看他，不要在意他。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当你跟神在抱怨一个人的时候。对，我很真诚的可以把东西都拿到神抱怨，在抱怨的时候，在讲一些事情1、2、3，他怎么可以这样那样这样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在自我介绍，我发现这是一面镜子，我讲完的都是在讲自己。所以当你被圣灵触摸，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广大。他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现在已经相信，你接受福音了，你讲了那么多你受不了的人，发现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去感谢神，你就可以来常常喜乐。当你知罪，当你感受到神的恩典这么大，当你感谢神，你就很容易可以喜乐。 OK，所以当我们和圣灵来连结的时候，就是自然会产生的果子，对不对？圣灵的果子这9种，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其中喜乐就是其中之一。OK， 我们在讲这个圣灵果子的时候，当你跟圣灵连结，有这个果子生出来的时候，可能不会每一种都非常的成熟，可是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果子，喜乐就是其中一个果子，因为你看到这个果子，就可以认出这是什么样的树。所以当你持续和神连结的时候，你得到圣灵的果子，这个喜乐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它不是靠人的努力，这是神的恩典，是从神而来。最后我要说，喜乐它是可以选择的，喜乐是可以选择的。你知道很多不快乐的人都是因为觉得他最快乐的时光已经过了。OK， 他们觉得可能是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我上一段交往的对象，甚至有一些人他不快乐，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可是却觉得我可以值得更好的，都是这些东西。当你觉得对现在的事情不满足的时候，你就是在错误的地方想要找到喜乐，你就代表你想要在错误的地方来找到喜乐。所以如果现在你面临的一个人就是你一个受不了的人，他就是不会改变，你很痛苦的时候，神绝对会给你一个恩典。他知道他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就是因为你要靠着他，你还是一样可以喜乐，即便他不改变，你还是可以喜乐。OK， 我当然不在讲非常特殊的例子，比如说什么家暴、虐待这种，这是特例。可是绝大部分的时候，神把你们摆在一起，就是因为他要你靠着他，还是要得到喜乐。因为我们真的不能改变任何人，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当你真的发现你能够去承担这件事情，责任在我身上，我有能力来改变自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大的自由。因为你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你不用对别人负责。而且当你对自己负责的时候，你去选择喜乐的时候，这下神就可以来帮助你了。所以我们常在低潮环境当中，我们就听起来好像更理所当然的，就是说神你应该要怎么样改变环境啊，你要来让我们喜乐啊，这听起来好像很合理。我们常常说，哎呀，看到别人怎样，环境怎样，我们就可以喜乐了。可是没有错，你要神去改变你的环境，其实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天父当然可以给我们所有我们想要的啊，可是他如果把所有我们想要的全部都给我们了，并不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天父更在乎的是我们的品格，
看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所以当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说，神你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试探。可是你知道，绝大部分神都是要你自己来做选择，去胜过这个试探，因为他要透过你来做事，而不是总是在帮你做事情。所以喜乐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要靠主真实的喜乐，那就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要先去选择喜乐。常常在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选择喜乐。而且我们要持续的告诉神我们需要的。当我们把这一大堆这些很容易碎的情感，这些破碎难过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持续的赞美他，持续喜乐的时候，这时候神可以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带到你里面。这一下我们最后就会什么都不缺乏，而且我们会知道神他要把他的平安是定义要赐给我们的。我即将要结束，我想邀请大家现在可以站起来。你知道，在我们认识神之前，我们都觉得要发生一些快乐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喜乐。我们想要环境改变了才能够喜乐。可是有了神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可以选择喜乐来得到喜乐。而且常常我们先选择喜乐，环境就会开始改变。我们看环境的眼光也再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持续去赞美神。可能是在你低谷的时候，你心碎的时候，你还要持续去赞美的时候，听起来真的很像自虐，对不对？我都那么伤心了，还有我赞美神，搞什么啊？可是我知道，当我们在这种状况下还继续喜乐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可以献给神最美好的祭。因为到天上，喜乐就再也不是一个选择。到天上就没有愤怒、悲伤、嫉妒、忧虑，在天上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当我们还继续来赞美神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这些情绪。可能有一些人会想说，你好假哦，你刚刚还在哭，你明明就很生气，你现在在赞美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感觉到喜乐你才赞美神的话，你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才是假的那个人。因为我们是信徒，我们不是感觉徒，我们不是感觉到喜乐才赞美，而是我们不知道现在情况会如何，可是我先赞美神，因为他是那位好神。即便现在状况非常糟糕，可是我还是持续赞美神，因为我知道已经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管情绪如何，我们都持续去赞美神，我们去选择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个很大的交易。把这个脆弱的感觉和出人意外平安来交换的时候，就是胜过忧虑最大的关键。因为当我们不去影响别人的时候，当我们不被别人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别人。所以如果你现在处境非常黑暗的话，我想要邀请你可以更多的来敬拜，因为这是一个选择。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你来赞美神。只有你在低谷的时候，你在环境艰难，你在忧虑，你在忧愁的时候，你还持续喜乐，你还持续选择敬拜的时候，这时候才是你把这个最美好祭献给神的时候。因为神定义要给你一个喜乐，是要胜过环境的喜乐。神要给你的喜乐是一个胜过忧虑的喜乐。神要给你的喜乐是胜过一切的喜乐，他要给你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偷走的，因为他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我们要更多赞美，我们要更多赞美。I'm gonna s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torm, louder and louder. You're gonna hear my praises roar up from the ashes.Hope will arise. Death is defeated. The King is alive. I'm gonna s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storm. Louder and louder. You're gonna hear my praises roar up from the ashes. Hope will arise. Death is defeated. The King.I raise a hallelujah
他配的，他配得赞美，他配得赞美。有多少人还在等我讲神说的笑话？你知道我那时候刚开始，我刚刚跟大家讲说，我希望神跟我讲一个笑话，说神 tell me a joke， 最好是好笑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笑到倒在地板上爬不起来。我很希望是这样。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在另外一边，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在一个很深很深的黑夜里面，非常黑的夜空，没有任何的光，没有任何的星星，也没有任何的月亮，而且里面有一个非常险峻的冰山。这个冰山看起来非常的危险，所以处境是又危险又黑暗。可是这时候，这个天空突然开始有一点点光，原来是冰山上面有一个小房子，这小房子正在发光。所以这时候镜头就可以直接拉到那个房子里面，发现是当我看到神的时候，我就笑了出来，而且那个光是从我心里面出来的。当我心里面有光的时候，我不但照亮这个房子，也照亮整个黑夜。后来这黑夜就再也不黑了。神告诉你说，我要给你的喜乐是胜过一切的环境，不管有多危险，有多黑暗，我要给你的喜乐是可以照亮黑夜的，从你的心里面涌流出来，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办法接触到你的快乐，你没有办法接触到你的情绪，你也没有办法喜乐。我想要邀请你，你现在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要来为你祷告。父神，我感谢赞美你，我求你来亲自对每一个把手放在心上的人，你来吹气。当你的生命进到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要重新活过来，来感受到喜乐。父神，你帮助他们接下来每一天要更多爱慕你的话，要来更多渴慕你的旨意，要来更多行在真理当中，行在平安当中，用你的眼光来看自己，也可以诚诚实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所有的情绪来交托给你。我们可以诚实来面对，因为神就算我们不接纳我们自己，神你接纳我们；就算我们不爱自己，可是神你爱我们。你帮助每一个手放在心上的人，让他们从今天开始，你的喜乐泉源涌流出来，让他们真的感觉到那是源源不绝的，因为那是从你而来的，那不是从人而来，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来的，因为只有你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喜乐。我祝福每一个把手放在心上的人，你让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喜乐。我们奉耶稣宝贵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特别的邀请，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要来做这个邀请。我想请所有人现在可以把头低下来，你不用看别人，这是你和神的事情，我们不要看别人，把头可以低下来。你知道耶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好人，他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活人，他要我们成为活人。所以当耶稣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时候，他升天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喜乐跟平安赐给我们。他为了我们要换来生命，而且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你，他从来没有离弃过你，从来没有。所以今天是一个机会，你不要再继续拒绝他了，你不要再拒绝他。这是一个机会，让他的生命走到你的里面。这是一个机会，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掌权，让你经历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话，我数到3，请你把手可以举起来，让我看到你。1，他好爱你。2，他爱你的程度超过你的想象。3，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让我看到，我看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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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后面的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还有没有人？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谢谢你们，我看到你了，可以把手放下。The Hope 的家人，让我们一起
当我一起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念一句，你们可以来一起念一句 ，OK？ 让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谢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第3天复活，并且在第3天复活，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求你来赦免我所有的过犯，我求你来赦免我所有的过犯，并且带领我来跟随你，并且带领我来跟随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Amen。谢谢你收看我们 The Hope 的频道，希望今天的讲道有祝福到你。你也先别急着离开，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就不会错过所有精彩讲道跟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你也可以点选下面的铃铛，这样子我们每一次有新的影片出来的时候，你都可以收得到。当然，如果你想要继续的支持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教会，请你可以用奉献的方式，可以点选 Give Now 来继续支持我们建立这个教会、这个家。谢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